将军们好啊！新赛制鸢尾赛制即将在3月17号正式上线。新的赛制我们同样将会有新的兵团、新的地图以及一些新鲜的元素。关于新赛制的这些新鲜的内容背后是怎么被设计出来的呢？以及设计的思路是怎么样的呢？今天将和我的同事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背后制作的故事。法尔卢学院医护团的背景故事，旨在通过一个旁观者到自觉者，然后再到参与者的身份的转变，切分更加细腻的情感表达。在战争的洪流之中，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置身事外。在技能设计上，我们延续了战役一直以来力求写实的原则，为了更贴合现实中的认知，我们为它配备了单体近距离的治疗技能。另一方面，他们通过特殊的投掷技能，可以有效地干扰敌军，并且掩护友军，以此手段能够拯救更多的生命。在他的天赋成长上，我们希望能够体现出一个学徒的可塑性，所以我们为他一共提供了有4条不同的路线。他可以选择背弃誓言，拿起武器奋力抗敌；他也可以选择精研配方，制作出更为精良的投掷物；他可以选择研习医理，精进技术，也可以选择唤起更多志同道合的学徒投身战斗。玩家能够根据个人的喜好与战场所需来决定他的成长方向。为了还原真实历史中的情绪，本赛季的故事中，真者这个角色是我们无法被绕开的。我们一致认为，需要有一支兵团能够呈现他无畏且不屈的意志，理应具有极强的号召力与感染力，并且能够具有带动战争情绪的特殊技能。于是，鸢尾旗荣誉卫队应运而生，它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城市的意志与国家的意志。这一种情感的来源，并不是被战争所裹挟而产生的，而是为了抗争而自发产生的共鸣。鸢尾旗荣誉卫队的故事设计也让我们下定了决心，以冲锋作为它的核心玩法。它能够提供给武将一套全新的技能模组，并且产生大量对周围具有冲锋技能兵团的强力增益。兵团与武将的协同所产生的多种冲锋效果，一定能够摧枯拉朽一般平推敌阵。另一方面，它能够在不同的阵型下获得多种契合的增益，正可谓是攻防兼备的全能战线构筑者。回望真实的100年战争中，法国重骑士团是绝对不可被忽视的军事力量。他们配置着最华丽、坚实的铠甲与骁勇善战的佩尔什战马，对手因为忌惮他们的铁蹄，大名鼎鼎的长弓战术才随之孕育而生。贵族出身的他们拥有仆从跟随与侍奉，这种独特的军队编制与作战方式，正是我们这次设计中最期望呈现的特点。主仆之分以及5星骑兵的定位，意在突出贵族无比高傲、自信的性格。他们能够对低星兵团产生强大的跨级碾压感，这是目前唯一支具有此特性的强力兵团。同时，玩法上，我们以历史中跟随骑士团的仆从兵为切入点，让这群骑士可以携带侍从兵团，衬托他们的贵族风采。不同的侍从兵团也将为骑士团带来不同的作战辅助，让勋爵骑士团能够形成区域性的数量压制，对敌兵进行战力碾压。当然，养尊处优、久疏战阵的身手、行动不便的华甲，使他们在实际的战斗力具有致命的弱点。一旦被敌军包围，或者侍从兵团被分割歼灭，失去数量优势的勋爵骑士团，可能才会真正明白战争的可怕之处啊！非常感谢策划同学们的分享，我们有了全新的 T3 的医疗兵团，有了 T4 的插旗玩法，还有了 T5 的侍从玩法，这跟以往都非常的不一样，加入了很多全新的机制，希望大家在新赛制能够畅快的游玩，体验到这些不一样的元素。新赛季关卡被称作奥勒良长桥。奥勒良是坐落在福波斯河畔的千年名城，以古老帝国的皇帝命名。在法瓦卢王国和威尔兰王国之间爆发的鸢尾战争中，这座城市被威尔兰军队围困数月之久。而守城的法瓦卢军士借助城外地形和城堡的优势，在火炮的援助下，与敌人展开了艰苦的攻防战斗，使这座城市成为了整场战争的转折点。地图的核心区域由一座石桥、一组要塞工事和一座核心岛组成。核心岛与河岸之间有大大小小的浅滩可通行。要塞附近有一座被战火摧残的修道院。战场整体呈纵向分布，立体结构丰富，同时围绕石桥、教堂、浅滩以及核心岛形成了多条攻防转换的路线。除了常规的路线以外，地图中还有2处可以被摧毁和重建的木桥，双方可以根据战场形势判断是否需要摧毁和重建木桥，进而达到改变战场路径的目的。
非常感谢关卡同学的分享。新赛制的地图奥勒良之围以法国历史上真实的战场为背景，非常期待在新地图上线之时能跟将军们在其中切磋技艺。新赛制我们以法国为主题，我们都知道法国有非常多浪漫的元素、华丽的一些设计，我们这赛制的美术也大量的参考到了其中的一些元素。本赛季法国主题。角色设计方面，主要想体现几个大家对法国的印象：华丽、百年战争、骑士、贞德和鸢尾花。PP100武将时装，我们以法国的骑士板甲为主，剪影上进行了适度的夸张，增加张力。铠甲上的黄金使用和精致丰富的花纹，彰显出法国的华丽感。头盔上的金色翅膀是胜利女神，象征了无畏和胜利。身上的鸢尾花纹章正是法国的标志。女性武将是我们这次着重想表现的人物，因为圣女贞德作为法国民族英雄，在全世界范围内知名度是很高的。我们找了很多关于贞德的形象资料，为了体现出她的领袖感和女性的特征，最终我们选择了橄榄枝冠和相较独特的发型作为圣女贞德的形象特征。BP0还还原了经典的法国骑士板甲，铠甲外有鲜艳的罩袍，剪裁进行了独特的尝试。铠甲的金属材质也是用了法国独特的烧蓝工艺，使其具有与众不同的金属光泽，让人印象深刻。T3女医护团是一个战场医疗兵的角色，鉴于她的玩法和性别，我们采用了类似欧洲炼金术士和中世纪女护士的形象结合。炼金术士是当时高科技的代名词，是拥有神秘技术和高科技装备器械的一群人。护士给人以安全温柔的印象，两者的结合使这个角色有一些神秘感、高深莫测的色彩，让战场上的战友感到更加的可靠和安全。T4荣誉卫队护旗战士。他身为法兰西精锐步兵，身着板甲和链甲，装备是高于普通士兵的。从身上到处都是作战留下的痕迹和污渍，能看出他们是一群久经沙场的老兵。T5骑士团的成员是受封过的爵位骑士们，所以华丽，彰显骑士风采是这个人物的主要设计点。全身的骑士铠甲，外面有鲜艳的鸢尾花图案罩袍，精致亮眼的头饰，身着重甲的马匹。处处体现出一个法兰西骑士的富有和高贵。非常感谢美术团队同学的分享。关于新赛制呢，除了美术以及兵团还有关卡之外，同样音乐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从维京赛制开始，我们就一直与国内外知名的乐队合作，从黑浪开始，再到柳青瑶，再到上个赛制的 Epson。那么这个赛制，我们继续与高地赛制的作曲家 Epson 合作，以及邀请了美国的女歌手 Casil 来为我们献唱。但他这只有一个座说话。46。本赛季主要是为了玩家还原了15世纪法国著名的战役奥勒良之围。在音乐上，我们抓住了法国音乐的一些特征。我们参考了14世纪到17世纪的法国音乐，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巴洛克时期，我们研究了弥撒曲、法国尚松等一些音乐风格。因此，在配乐中，我们大量的使用到了人声以及华丽的弦乐声部。最后有吗？最后还有吗？往下吧，58吧，58季。和以往的赛季都大不相同。像高地赛季，我们通过风笛和其他凯尔特乐器为大家带来一些原野和自由的感觉。而在鸢尾赛季，我们想通过人声合唱来烘托一种神圣的史诗感。同时，我们也与作曲家 Epson 和国内外知名乐团以及艺术家进行了合作，希望这个赛季的音乐可以让玩家有更好的体验。非常感谢开发的团队今天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战役的支持。战役会一直保持努力，继续前行。新赛制鸢尾赛制将在3月17号上线，更多内容请大家查看更新公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社群留言，提出对我们的意见以及对游戏更新的建议。感谢大家，我们3月17号见。